这不就是烤馒头吗？在面包的教程下，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留言。其实面包和馒头的工序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只是食材和烹饪的方式不同，导致它们在味道和口感上完全不一样。今天教大家做一款软欧包，面团的软硬类似于油条的面团，很软。操作的过程中也有个相同点，就是比较揉这块面团。首先是把波兰种面用水融化开，然后把所有的食材放进去，搅拌均匀。配方图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。面团的含水量比较高，新手可以适当的减少水的用量。搅拌好之后，把面团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藏25分钟。然后手上沾点水或者食用油，把四周折叠上来，目的是让它的表层稍微平整一些。盖住，继续冷藏25分钟。重复这个步骤是为了让面团内部更加均匀，表层更加的平整。最后冷藏发酵到2倍大，再移到案板上整形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案板上要多撒一些面粉来防粘。接下来跟油条的整形方式有点相似，四周对折上来，千万不要揉面团，轻轻的按压排气就行了。然后分割成6等份，两只手边往里面推，边旋转面团，把它整理成圆形。不要转面团，同一个方向往里多推几下，整理成椭圆形。接下来放进烤箱里，打开发酵模式，发酵到2倍的大小，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。发酵的时间来做杯咖啡。同时回答一下，入门级选择咖啡机，应该选一体机还是分开的机器？我的建议是买分开的机器，因为我测试过几款咖啡机，同样品质的机器，分开的比一体机要便宜很多，而且如果有问题也好维修，不会影响到另一台机器的使用。夏天可以配一些冰饮料做冰咖啡，自己在家做比外面买省钱很多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发酵好的面包吧。在表层撒一些干粉，然后放进预热好的烤箱里来烤。我这次用的是长底风炉烤箱，它有欧包模式和蒸汽模式，所以我直接选到欧包模式，上下火调至220度，烘烤18分钟左右。这款欧包咸甜适中，加了有酸甜味的蔓越莓，在味道上更有层次感。切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内部相当的柔软，它的表层是薄薄的一层脆壳，底部的脆壳相对厚一些，是越吃越香的一款面包。食材也比较简单，如果家里有食材就动手做起来吧。我是小敏，下期我们再见。